大家好，我是蛤蜊 boy。这次来说明我是如何创作同人漫画。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我的本职呢是程式开发工程师。我们该相信画画只是我的兴趣，本身并非绘画或编剧的专业，因此接下来的所有步骤呢与绘图方式，如果与专业人士使用的不相同，纯属正常。在创作同人漫画时，你要先分析原作的漫画。そろそろ見せてもらおう。車輪眼。并且在创作前就反复观看相关的作品，不是单纯只看它剧情的内容，你同时还要分析作者他喜欢使用的分镜方式、对话气泡框的风格。以目前我画过的《鬼灭之刃》与伊藤润二风格的漫画来说，在表达内心思考的对话气泡框上，就属于作者们自己喜欢的不同画法。在大量分析完原作后，接着便是创作剧本。我用目前画过的几部漫画来说明剧本我都是怎么想出来的。首先我在频道上有一个挑战，叫做画出漫画的完结篇因为这个主题已经很明确，就是帮没有完结的作品画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完结篇。那以樱桃小丸子来说，一部本来就不应该会有完结篇的作品，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爷爷往生了。他的往生可以代表一个人人生由头至尾完整的结束，但是爷爷往生是一个完结，同时也是一个坏的完结，所以才有了河中女神的出现，帮助小丸子让时间回到了爷爷还活着的那一刻。再来是伊藤润二风格的漫画《病态的美》，这一部因为脱离了我频道上这一个挑战完结篇的主题因此剧本上创作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发挥嘛，并且伊藤老师他的剧情通常是没有结局的。这一部呢，我的灵感来自我女儿因为她生病的时候呢，整只眼睛都是双眼皮的这个现象，让我想到说，如果一个女人她可以在生病时透过她这个病恹恹的美态来操控男人，应该可以是一部蛮有趣的短篇漫画。所以我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着手写剧本，并且在写到结尾的时候呢，我想要设立一个爆点，一个大的转折爆点，一个美与美激烈 battle 的爆点。因此我安排了伊藤润二世界里面最美的女人富江来当做对手。那想当然，其实女主角就算最后有活着，她一样敌不过富江嘛。毕竟我的设定是活在伊藤润二的框架下，那你至少还是要依循原作者他创作的理念，就是在他的世界里，富江永远都是最美的，不会有人可以敌得过他。当你的剧情大致有了一个雏形架构后，我会先用文字稿的方式把大纲写下来。我是使用 Google Keep 当做我的撰写剧本的工具，那这个是为了方便我随时都可以使用电脑、笔电甚至手机都可以直接记录我的所有想法。当大纲写完后呢，我不会立刻把人物之间的对话写出来，而是在脑中稍微模拟一下会出场的角色个性与长相，简单把外貌画出来后呢，我便会开始画草稿。我使用 iPad 搭配 Procreate 的电绘方式，用内建的 HB 铅笔开始进行绘画。在画草稿的同时呢，将内心想呈现的画面先简易的画出来。在这一个阶段呢，不用画的精致，因为我都是独立作业，所以说只会使用简易的图形，把每一个想表达的画面先快速画出来。总之最后要画线稿的时候，我自己看就可以了。那画草稿除了注意分镜以外，尽量也要依照每一个我想表达的不同情感去修改我的外框与这个对话气泡框的大小。不同的大小会影响我们阅读者他一些细微的感受。以病态的美这一部来说，第一页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为了表达三个人对伊藤月美丽的那一种强烈感受，震撼的对话气泡框会盖过我背景的那个漫画格去增强那种强烈的感受。所以如果我把这个画面一改，对话气泡只锁在我中间那一格的话，感受就会少掉许多，对不对？以及分镜的部分虽然很难每一页都去做到优秀的视线引导，但尽量我还是会依不同的分镜角度去尝试看看。
我以病态的美这一页来举例，从右上角副理低头开始讲话啊，可以看到左边第一格的桌上是有许多向右下角方向集中的线条。我用暗示的方式去引导观众把视线往右下角的副理方向看去，接着顺着副理的视线看向左2格，然后再循着副理的视线方向往右下角看去。这里我故意会将外框画成斜角，想透过副理的大拇指方向与外框斜角，让观众的视线自然的导向最后一格。在草稿阶段呢，我会将人物的对话一并填上去，因为你在拟稿的同时，剧情已经开始被推动了，剧情被推动中，那你创建的角色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情感，你的角色开始活过来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你会有属于这个故事的对话出现。在这一个时候呢，我就能把第一版的草稿定案，并且大概估算出这次漫画这个短片会有几页。当草稿完成后呢，我不会直接开始画线稿，我会先画一个正式的外框与对话气泡框。在这一个步骤的时候呢，我会把我的脚步放得更慢一点，因为在边画外框的时候呢，我会一并逐页的去检视草稿实物有没有漏掉东西。我指的漏掉东西就是像是剧情上有没有前后不一的逻辑冲突发生，或者是说画面上在草稿阶段时，有些画面我觉得不够吸引人，我也会在这一个阶段一并进行一个调整。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在病态的美最后，大老板他很生气、很气愤的希望伊藤月赶紧过来做简报，去打败富江。那我在草稿阶段的时候呢，本来这一页的后面下一页直接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伊藤月因病去世的这个 ending。那我在边画外框的同时呢，我会觉得这里好像力道不够，强度不足，觉得在这里再多设一个转折似乎会比较有趣。所以说呢，我又在这里增加一页，让前辈赶着冲过来敲门，增添读者以为说其实伊藤月赶过来要过来跟富江的一个期待感这样子。那我当这个外框完成后，我便开始正式画线稿。在画同人漫画时呢，我认为画得像原作也就是对原作最好的致敬，并且也可以蹭一下原作的名气。你写好大写。因此线稿的部分呢，一定要大量参考原作绘画的方式。除了角色的长相以外呢，最重要的是他的风格，整体的风格。我以猎人来说，富坚老师他会有大量留白的部分，那与其说这是偷懒，我觉得不如说它是一种让读者很快速就能将视线集中在某一处的画法。那相较于猎人，伊藤润二的风格呢，则是排线排到爆，能够排线的地方一定要排线，不能够排线的地方呢也要排线，所以画起来很累。进击的巨人呢，喜欢在角色的眼窝排线，并且他很注重每一格的光影，你会发现他几乎每一格他都会把影子上去。钢之炼术师的荒川老师呢，他讲究的是剧情的结构跟流畅的分镜，而且剧情一定要一环扣一环，并且要合乎情理。这些都是不同的作者他们自己作画中的一些风格。那因此我们在画同人漫画的时候都要十分的注意，因为你不能用猎人那种大量留白的方式去处理伊藤润二的阴暗恐怖故事，因为结果大家会变成这样子，它会变成一部四不像的同人漫画。那最后线稿依照不同的分镜我们要特别注意透视。我个人不是绘图或建筑的专业，所以我透视的能力其实很差。当你透视观念很差的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多看参考图，或者是多去看一些教透视的教学文，或者是线上影片，像糯米大大他就有很多教透视的一些线上 YouTube 的影片，推糯米大大也有一个透视的线上课，我也有买，推。我刚刚讲了，假如你需要一个俯视或仰视的角度，那你就多运用Pinterest 去搜寻类似的参考图。如果说你真的找不到你心中期望的一个图片，那你就自己拍照，用自己当参考图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主要是你的空间透视不能出错，因为当你的空间透视一出错，
其实观众会很容易出戏，因为他会觉得你的人物跟你的场景对不上。但我现在回头过来看啊，我这里啊，《鬼灭之刃》这个门画的很奇怪，然后这里钢炼的阶梯我也不知道在画什么。那上述都完成后呢，我们最后就按部就班，逐格画完即可。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我创作的过程呢，简单来说就是先想好剧本的大纲，接着用文字稿做第一次具体画后，我把相关的角色设定稿简单画出来，然后开始画草稿，接着把正式的外框与对话气泡框一次画完后，才是最终的线稿。那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将同人漫画当做你营收的来源。其实你的剧情跟你作画都是出于你本人自己的创作，但不论如何啊，你其实还是从原作中汲取而出了，才能够创造出这些产物嘛。因此，出于你对原作的尊重，你喜爱他的作品，去创作同人漫画这件事没有问题。但是你用来营收，就是一件有点过分的事情。以上是我自己创作同人漫画的流程，那希望对于想画同人漫画的人们可以有一些帮助。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订阅。我是格力boy，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